哎，震撼了吧？媽的，已經重開了。好，這次應該有聲音了吧？等一下，但聲音媽超小。
我看一下哦。怎麼樣呢？來，是这個属性。色裡面要怎麼調？123，看，我靠！是不是好的？媽的，這個聲音搞了半天，我整個早上在重裝我的各種各樣的驅動程式，有沒有？聽得到了，對不對？感謝各位在這邊線上浪費了10分鐘的時間在聽我瞎弄。好，沒關係。我們就一切從頭開始吧，不然怎麼辦呢？哎，好不容易搞的聲音聽到了，我靠！哎，我跟你講，我早上整個因為系統的關係，所有東西我都重裝了之後就搞了一他媽亂七八糟的東西。好了。那我就不知道 AI 會不會又大爆炸，但我們今天先不管，我們能夠直播已經很開心了，好不好？來，我知道，聲音已經調小了。哎，我們先講，定場詩來了，霍爾姆茲炸聲響，川普輕拍說無傷，40條命沉海底，誰算得清這筆賬？2026年5月5號啊，美國總統川普打了一通電話到 ABC News， 電話另一頭的記者啊問他說：“哎，總統先生吶，總統先生，怎麼你說停火了，怎麼霍姆茲海峽又開始冰冰冰冰？
你說的這個4月8號說停火，是不是已經結束了？哎，各位，你知道川普回答什麼？川普的回答真他媽奇妙了。他說 "It's still there， 停火還在啊 ，It's just a love tap， 就是小弟我只是愛的鼓勵一下下，哎，愛的鼓勵哦。來，各位，這個字 love tap 翻成中文有2個版本，客氣一點翻叫愛的輕拍，再客氣一點叫愛的鼓勵，哎，鼓勵鼓勵鼓勵，來。2月28日，美國跟以色列對伊朗開戰了。到5月5號啊，川普講出這句話的時候，已經打了整整67天。67天裡面總共死了多少人，我們不確定。但海上的事情我們知道，至少10名印度、泰國、菲律賓籍的船員死在波斯灣，15名菲律賓籍的船員4月28號被伊朗扣押。一艘油輪被打中爆炸燒了起來，船員拿水桶舀海水滅火，另外一艘船的殘骸啊就直接沉下去了。這些事哦，川普在5月5號電話訪問裡面說，這個叫 love tap， 啪啪啪啪啪啪。哎，這個禮拜啊，你各位啊，每次要想到這4個字啊，就要想一個問題啊。這個總統先生川普先生到底是在跟誰調情、談情說愛啊？坦白講，我搞不清楚。但是什麼 love tap 聽起來實在讓人家很沮喪，好不好？為什麼沮喪呢？因為實在太要命了。來，好，還沒完。哎，川普自己講說，哎，那個停火還在，只是一個 love tap。結果48小時之後呢，5月7號。昨天，美國中央司令部 CENTCOM 自己發了一份聲明，聲明上面寫什麼？翻成白話就是：當美國海軍3艘飛彈驅逐艦通過荷姆茲海峽，要前往阿曼灣的時候呢，伊朗發動了無端攻擊 （unprovoked attacks），就是忽然之間我們沒怎麼樣，就他就打我們。飛彈啊、無人機啊、小型攻擊艇，通通都來。美軍說我們是 self-defense， 我們是自衛打擊，說這樣子回應了。好了，各位，停火這2個字呢，在這個世界上是有一定的意義的。你跟你太太吵架，今天和好了，你們就不會明天又吵；你跟鄰居打官司，今天簽和解書，你就不會後天又上法院。停火2個字的意思就是停止開火。但是川普政府的版本的停火不是這個意思啊！川普政府版本的停火意思是，今天我們不打，不一定要打，但是明天我們又打了，不一定算打。海軍驅逐艦衝過去，伊朗飛彈打過來，雙方互射，美方說這是自衛打擊，伊朗說美國違反停火，川普電話受訪說 "It's just a love tap，tap tap tap"。各位，我們常常要講薛丁格的貓 Schrodinger's cat 有夠倒霉，它躲在盒子裡面，不打開盒子呢，這隻貓同時是死的也是活的。在川普政府裡，荷姆茲海峽就是這個盒子，盒子打開的時候呢，停火又不是停火。戰爭又不是戰爭。我們今天節目就是要講這場67天到現在還沒打完的戰爭，跟他怎麼一路打進你下個月的便當錢、你昨天的油錢，還有你下個月的電費單吶。這個陳艾倫說停火等於一天絕食6小時，去問林義雄。好了，為什麼我們今天要花這麼多時間講4件事情？第一件事情，這場戰爭到底打到哪裡了？停火協議是什麼狀態？哈梅內伊死了之後是誰當伊朗最高領袖？這個你聽過嗎？沒有，這是問題，因為你沒有辦法預估推動它的走向。第二件事情呢，被困在波斯灣的2萬名亞洲船員，他們大部分是菲律賓人、印尼人、印度人，他們怎麼活的？飲水從1公噸2美金漲到50美金啊！25倍，我看他們大概都不能洗澡了。一個船長叫 Captain Khan 可汗艦長，他用4個字形容自己，他說我們像戰俘。有一個船員叫 Arjun， 他的船被打中，這個船員死了。
他們用水桶舀海水去滅一個跟船一樣大的火球，這些事跟你我有什麼干係嘞？關係大，全球的海運啊，85%啊是靠這些人。那如果85%都要靠他們的話，沒有他們，我們早餐麥當勞就沒有啦。那些所有的運來運去的東西都靠海上運輸啊。來，第三件事情，這場戰爭怎麼會影響台灣的便當錢、電費跟加油站呢？中油啊，2月28日到5月3日啊，已經吸收了132億新台幣的油價漲幅啊。央行3月把全年的油價預估，因為這你知道還要預估物價，它一定要連油價都要預估。他把全年油價預估從58.3美元上修到85美元，一次上修45.6%。台電的累積虧損已經達到4179億。10月份電價要漲啊，一定漲了，逃不掉了啊！以那個公式怎麼算都要漲，但政府要硬壓，那就是虧更多錢，欠更多錢，然後讓他們把這個錢拿去做改變設計、改字、改 logo， 開心吧？那中央大學的吳大任教授警告，如果油價突破120美元的話，台灣的通膨會碰3%。這些事情，這禮拜全台灣的媒體幾乎沒有人在追啊！我們都在看老鼠，我們都在看沈伯洋，我們都在看這個小新聞，那個小新聞的。但全世界有更重要的事情在發生，好不好？來，第4件，全台灣這禮拜在追什麼史瓦蒂尼啦，沈伯洋的鼠類偵防師還是滋長師？文業復興戰阿扁打來打去，這個禮拜就他媽昨天還有人說阿扁通共，你有沒有搞錯？然後沒有人在追這種真正會影響你便當錢的事情。我們今天最後面要把這個東西講清楚。你只在看股票，看股票，看股票，台灣的經濟成長只剩股票了，是不是？來，我們來討論薛丁格的停火到底是什麼小？來。史詩狂怒2個月，停火又來續交火，14字寫得漂亮，每一條都是空話呀。你看李瑞勳說缺的東西可多了，我今天去領長期處方簽，裡面一種藥已經缺1個星期了，連替代藥也都缺貨啊！哎呦，真的沒辦法。來，我們先講 Operation Epic Fury， 我們先給它一個證明。過去2個月呢，我們在媒體上看到的版本叫美伊衝突、美伊戰爭、中東戰事，這些都對，但是太溫吞了。美國國防部跟以色列國防軍呢，他們自己給這場戰爭取了一個名字，叫做 Operation Epic Fury， 史詩狂怒行動。聽聽這名字。又有史詩又有狂怒，大概取名是看完《奧德賽》，然後又看《魔戒》，然後再回頭看《冰與火之歌》吧。我都不知道五角大廈現在的命名標準到底是什麼，但很明顯，他們覺得這場仗已經夠格拍成電影了。5月5號那一天，就是川普講 Love Tap 那一天的同一天。美國國務卿 Marco Rubio 正式宣布 Operation Epic Fury 已經告一段落 ，concluded。我跟各位翻譯這句話真正意思啊，叫做我們打不下去了，沒辦法，撐不住了啊。為什麼打不下去？很簡單吶，打個2個月之後哦，本來想要的事情一件都沒有做到。本來是要消滅伊朗的核設施納坦茲、伊斯法罕、福爾多這3個地方的破壞程度，到現在國際原子能總署都進不去檢查。本來要徹底瓦解伊朗的政權，結果哈梅內伊死了之後，他兒子3天內就上位。本來是要打開荷姆茲海峽讓伊朗投降，結果伊朗4月18日
完全把海峽封閉了。2個月，幾百次空襲，幾千枚飛彈，數以百計的人命，最後可能上千吧。最後盧比歐自己出來說：“哎，告一段落，告一段落。”哎，各位，這就是川普的戰爭啊，沒有人贏，沒有人輸，所有人都死。好啊，那為什麼盧比歐5月5號要出來宣布說告一段落啊？因為要談判了，因為要談判。這個談判很有趣哦，他的中介人是巴基斯坦，沒錯，就那個經濟一直要破產，然後常常跟印度邊際戰的巴基斯坦。去年還記得年初，那飛機被紅旗9打下來一堆，沙烏地阿拉伯在背後幫忙，中國在更後面牽線，但台面上負責跑腿傳信的是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怎麼傳信？3月底先送了一份美國寫的15點提案給伊朗，15點裡面包含什麼呢？要伊朗結束核計劃，限制飛彈，重開荷姆茲海峽，停止支援武裝團體，然後美國就會解除制裁。伊朗的回應是什麼？伊朗說不要，然後伊朗自己寫了一份反提案，一開始5點，後來改成14點，14點提案。我跟各位讀重點，快點講。第一，30天內要結束戰爭；第二，解除美國的海軍封鎖；第三，釋放被凍結的伊朗資產；第四，支付戰爭賠償；第五，建立一個管理荷姆茲海峽的新機制；第六，這最關鍵，核子問題明確推遲到後續階段處理，也就是先荷姆茲海峽，以後再討論核子問題。那個 L 小戴講說，他在新加坡的這個醫院也缺藥了，所以如果連新加坡都缺藥，其他國家一定更嚴重，只是你沒有機會告訴大家。各位，你聽出問題了嗎？美國原本最想解決的核問題被伊朗排到後面再說，然後美國也接受了。這就是為什麼5月5日 Rubio 要出來講 Operation Epic Fury 告一段落啦，因為美國已經坐下來在伊朗開的菜單上面點菜了。本來他們進餐廳的時候是要砸店，現在乖乖坐在那邊看菜單。那為什麼這個禮拜要趕快談？因為有2個 deadline。美國為什麼急着要談？不是我們要談。第一個 deadline 是5月14到15號啊，美中高峰會啊，川普要跟習近平見面啊。中東這場仗如果還沒收尾，美國的籌碼會少很多，尤其是中國在這一次背後牽線斡旋有功，川普必須要在見習近平之前先把這場仗結束，不然他會看起來像是一個求人收尾的失敗者，因為他就跟習近平見面，然後結果伊朗戰爭結束之後，看起來是習主席弄的啊，這個不給力，不可以。第二個 deadline 是5月25號，麥加朝覲，這個字好像念 Hajj。每年有180萬全世界的穆斯林要到麥加朝覲啊！如果這個時候中東還在打仗，沙烏地阿拉伯沒有辦法保證朝覲的安全，這對整個伊斯蘭世界會變成不可接受的政治災難。沙烏地阿拉伯必須要在5月25日之前讓中東安靜下來。2個 deadline 加起來，川普跟 Rubio 5月5號就一定要軟化立場。Operation Epic Fury 告一段落 ，Project Freedom 護航計劃暫停 ，Love Tab 我就是一個愛的鼓勵啊。但是各位，我們從第一章就已經知道了，5月7日雙方又在荷姆茲海峽幹起來了。來，我們再介紹一下這個哈梅內伊的兒子，伊朗現在最高的領袖叫 Mojtaba Khamenei， 他是誰啊？就是那個死掉哈梅內伊的兒子啊。
哈梅內伊在2月28日的空襲裡面死亡，他太太也在同一次空襲中受重傷。3天之後，3月2號傷重不治。3月1號呢，臨時領導委員會成立。3月3號到8號，伊朗專家會議開了一個秘密會議。根據媒體伊朗國際的報道，是在伊斯蘭革命衛隊的重複施壓與政治心理壓力之下進行。3月9號宣布結果。那哈梅內伊，也就是他的老哈梅內伊的兒子當選了。各位，伊朗這個國家自從1979年伊斯蘭革命之後，最高領袖已經有2個人，第一任叫何梅尼，1989年死亡；第二任呢 ，Hajj 哦，不好意思啊，这個讀音又不正確了。This is Almighty 說要念 Hajj， 麥加朝覲。來，現在第3任呢，就是老哈梅內伊的兒子，但是其實不該他繼任的，因為他爸爸生前反對他繼任，因為伊朗以前推翻了一個國王體系，一個皇家體系，結果現在最高領袖變家族世襲，對什葉派的教士是一個正當危機啊。你就不正當了嘛？你推翻了一個國王王族，結果你自己變成延續性。可是伊朗革命衛隊不管哦，他就覺得趕快給我有人接班人啊，趕快要接班。趕快要接班，对啊，小戴講的沒錯啊，因為如果麥加的朝覲不管是終止、暫停，或者有人還在打仗的話，這對整個中東世界來不可接受。就跟華人世界過年的時候，正常來講不會有人在互相殺來殺去吧？對，概念是一樣。所以革命衛隊這樣搞呢，就沒辦法了，只有他呀。那阿曼是第一個公開歡迎Mojtaba 上位的阿拉伯國家，卡達也說我們跟伊朗永遠是鄰居。但是另外，哈梅內伊原來的接班人呢，前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跟革命創建人何梅尼的孫子呢，通通被排除掉了。那你講到這裡，你會覺得奇怪了，我們幹嘛要介紹他？有什麼關係？有，風清說在綠界抖了一個，我打過去看了，關係大了。一個硬是被革命衛隊推上位，繼承父親職位的最高領袖，他在伊朗國內的正當性就比較弱，所以对外一定強硬，不然壓不住國內。對外強硬什麼意思？就是荷姆茲海峽的封鎖會持續，伊朗對14點提案會堅持那14條全部到位，談判會慢，停火會反覆破裂，然後油價就在$100上下震盪，中油就要再繼續吸油吸收虧損。來，各位，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上下震盪到底是什麼意思？來，讓我叫出來這個。好，麻煩了，麻煩了。這個所有的東西最麻煩的就是會一直震盪的。來看這張圖你就知道啦。北海布倫特原油的整個走來走去，到了高點就稍稍下滑一點，結果現在都還在$100吶，那怎麼辦？中油要繼續吸收這個油價漲幅，因為不然台灣的物價就會暴漲啊。央行的$85預測就可能再往上修，台灣10月電價就會漲，因為再這樣子，除非你中油要破產，不然難道中油也要改它的 logo 跟標準字嗎？那你下個月便當就要多付5到15元吶。各位伊朗的政治人士哦，跟你的便當錢跟你的要錢的距離比你想象的還要近啊。來，更慘，請大家先不要笑，我們來看一個悲劇。你知道戰爭之中一定有悲劇，什麼意思呢？5月5號，《經濟學人》的報道叫做 "Asia's stranded seafarers suffer as the Iran war drags on"。亞洲被困住的這些海員們，在伊朗戰爭持續的狀況下，他們在受苦啊。你看這個很苦，這一位這個可汗艦長，他不肯透露姓名。他說記者訪問他的時候啊，
他說：“哎呦，飛彈在我們四周飛來飛去，因為他就停在那邊，他不能逃啊。其中一枚打中他附近一艘遊輪，那遊輪起火爆炸，嘣！另外一次呢，他旁邊的船被炸沉了，殘骸沉到水裡，離他的船呢只有幾公尺啊。那你看這多慘，這多慘！那你說這個慘還有得講，但問題是這個慘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結束哎。”他的船員試了3次，想要偷偷衝鋒，想要衝這個荷姆茲海峽，結果沒有辦法，失敗，沒有辦法，失敗。每一次都被伊朗擋了回來，所以他講了一句話，他說：“我們像戰俘一樣，我們就是被壓在那邊不能動，然後大家都不放我們，我們害怕，我們要回家呀。”各位，他不是戰俘啊，他是一個拿菲律賓護照、拿印度護照、拿印尼護照、拿巴基斯坦護照的商船船長或是船員。他原來的工作是把石油、把天然氣、把化肥、把你的智慧型手機從中東運到亞洲。他不是任何一個國家的軍人，他不應該被任何一發飛彈、任何一艘攻擊艇、任何一個無人機當作目標。但他就是在那邊飛來飛去，來。結果另外一個船員受訪了，他說他的船被打中那一刻的事情，他描述給大家聽。他說船員正在準備午餐，那是中午的時間，炮彈打進來，一個船員當場死亡。他說平常船是活着的，船有引擎聲、有海浪聲、有鍋爐聲、有人講話的聲音，但是一旦爆炸之後，沒有聲音，沒有節奏，沒有震動，像一艘鬼船一樣。It feels like a ghost ship， 就像一艘鬼船一樣。最後，剩下的船員還活着的船員拿水桶一桶一桶從海裡舀海水，潑到一個巨大的火球上面，直到有人來救援他們。各位，這不是電影啊，這是2026年4月真實發生在波斯灣的事情。一個印度籍的水手用一個鐵皮水桶在打中他船的飛彈造成的火球前面，這樣舀海水，舀。哎，那你以為 Captain Khan 跟這一個船員 Arjun 是兩個特殊故事嗎？不是，這樣子人在波斯灣有2萬個啊。10千，這個是英文的寫法，就是2萬名亞洲海員啊，大部分來自於菲律賓、印尼、印度，有一些還被殺死了。目前已知至少10名印度、泰國、菲律賓籍的海員死於這場戰爭，15名菲律賓籍的海員4月28到30號被伊朗扣押，他們被困在那邊的原因有2個。第一個，國際運輸工人聯合會替他們爭取到了第一個拒絕進入戰區跟從戰區被遣返的權利。但你要被遣返，有人要來接班吶，有人要來接。這個年頭沒有人自願去波斯灣接班。第二，從中東飛回來的機票又貴又難買，海灣國家的簽證又難申請。所以 ITF 的代表怎麼說？他說，就算明天荷姆茲海峽全部開放，海員恢復正常，也至少要6個月。6個月，哎，那你其他的東西怎麼辦？沒辦法運了嘛。我們再講一下他具體的生活。這個船長跟記者講，他現在有一個飲水危機，就是淡水危機。1公噸的淡水戰前$2.1公噸，現在$50漲了25倍，船員只能配给用水。川普前幾天在他的社群媒體上提到，有一些海員的糧食快吃完了，但離開又有風險。為什麼？因為大部分海員是一個合約一個合約簽的，你要是這次拒絕進入戰區，你下次的合約可能就沒有了。沒有合約，下個月的小孩學費怎麼辦？孟加拉的工會領袖他講了一句很簡單的話，我念出來哈。Please give seafarers time to get the hell out. Let them not be victimized by your nonsense activities. 請給我們這些海員時間離開，不要讓他們被你們這些胡鬧的工作弄死。
各位，這是孟加拉的工會領袖對美國總統、以色列總理、伊朗最高領袖講的話，你們不要再胡鬧了。我覺得啊，大概只有孟加拉的工會領袖還記得海員是人吶。來，你知道海員就是當船員這件事情哦，是亞洲幾個窮國家不是普通的工作，是國家經濟的重點。菲律賓有59萬名海員，是世界上最大的船員輸出國。他每年寄回家的錢，所謂的海外勞工匯款超過70億美金，佔菲律賓全國匯款的1/5。佔該國 GDP 接近2%，這不是經濟學家在紙上的數字，這是菲律賓老媽媽每次去西聯體系領的錢，是菲律賓小孩學校的學費，是菲律賓農村蓋的新房子。菲律賓甚至有一個政黨叫做 Ancla， 意思是錨，專門代表海員的利益。所以你可以想象，菲律賓政府這個禮拜的態度是什麼？菲律賓政府公開跟所有菲律賓籍的海員說，你可以拒絕被派往波斯灣吶。結果是什麼？結果是還在波斯灣的海員更難被輪替了，因為新人都不去了。來，而且我們再把這件事拉到跟我們切身相關的地方。各位，下次你去 7-Eleven 早上去那邊買一個三明治，火腿是進口的。你下班坐捷運回家，捷運的電是天然氣燒的，天然氣是進口的。你晚上滑手機，手機是進口的，手機裡的記憶體晶片用到的氦氣是進口的。我們等一下會講氦氣，你會被氦氣的狀況嚇到。你睡前吃一顆台灣賣的維他命原料是進口的，連這85%都靠商船吶，其他才有飛機可以坐。商船的85%都靠這些來自菲律賓、印尼、印度的船員。也就是你今天活着，你還在台北吃 7-Eleven， 背後是2萬個亞洲船員在波斯灣裡面用水桶舀海水滅火，是59萬個菲律賓家庭在等老爸寄錢回家，是船長跟他的船員在配給飲水，是15個菲律賓籍的海員被伊朗關在某個港口的角落裡。這是這場戰爭真正在發生的事情，這是所謂愛的鼓勵 Love Tap 背後的東西。台灣有沒有報呢？我這個禮拜搜尋了台灣媒體啊，看誰報了波斯灣這些船員的事情，各位幾乎沒有。中央社有一條短訊，聯合報轉了一篇美聯社的翻譯，然後就沒有了。2萬名亞洲人，大部分是我們的鄰居菲律賓、印尼、印度，困在距離我們飛行7個小時的波斯灣裡面，等着喝完最後一桶水。台灣媒體不關心，台灣媒體在關心老鼠，關心沈伯洋，關心誰通共，關心這個那個，關係過了軍購，過了軍購，媽船運不過來，因為沒有船吶，沒有船員吶，拜托好不好？真是的，搞什麼來？而且更重要的是啊，4月30號這一天哦，美國經濟分析局發布了一篇數據，這個數據在華爾街引起的震動不亞於2月28日開戰那一天吶。數據是這樣子的：3月份美國個人消費支出物價指數 PCE 哦，這是聯準會最看重的通膨指標，一年它的年增率從2月的2.8%衝到3.5%。各位一個月就跳了0.7個百分點，是什麼意思？這是2022年7月以來最大的單月跳漲幅度。2022年7月是俄烏戰爭打半年之後通膨爆發的高峰期。換句話說，川普跟以色列發動的這場 Operation Epic Fury， 給美國通膨帶來的衝擊哦，跟俄烏戰爭打了半年的衝擊規格是一樣的。而且最殘忍的數字是什麼？3月份美國通膨的全部增長，油料一項就佔了2/3啊！各位，2/3就是66.7%，很好哦。
如果你是聯準會的鮑爾，你看到這個數字會冒冷汗，為什麼？因為這代表通膨的源頭就是中東啊。中東的事情聯準會管不了，聯準會能做的就是升息。但鮑爾這幾個月都在講，他想要在年底前降息來救經濟啊，但是現在他降不了，他就被釘在牆上了。來，油料這個部分更嚴重了。3月份美國勞工統計局的 CPI 報告裡面，汽油價格單月漲了21.2%，年漲18.9%啊。燃料油單月漲了30.7%，年漲44.2%。能源指數的整體單月漲10.9%，年漲12.5%。你講這個百分比可能沒感覺，我們把它換成美元。來，全美國無鉛汽油的平均零售價4月初衝破每加侖4美元。EIA 預估啊，4月份月均價會達到每加侖4.3美元的高點。柴油更狠，4月的零售突破每加侖5.8美元。這個漲幅對美國人有多痛？美國人開車跟台灣人通勤捷運是不一樣的，他每個人都要開車。美國的家庭一個月一輛車可能要加油3次到4次，每次50到70美元。汽油漲20%，每個月的汽車支出就多30到50美元，一年就是360到600美元。那美國的反應是什麼？密西根大學每個月都會發布一份消費者信心指數 （Consumer Sentiment Index）。這個指數呢，從1978年開始記錄到現在，4月份的數字是47.6。各位，這是這個數字有史以來的最低點，消費者有史以來最不放心。比2008年金融海嘯時期還要低，比2020年 COVID 爆發時期還要低，比2022年6月通膨高峰期還要低。2022年6月之前那個歷史低點，那就是一個真正很大的問題。什麼大問題呢？就代表哇塞啊，大家對政府沒信心了啊，那怎麼辦？沒有辦法啊，什麼怎麼辦？沒有辦法啦，那沒有办法能怎麼樣？不能怎麼樣啊？也就是2022年6月之前的歷史新低是50.0， 47.6的意思就是美國消費者對經濟的信心已經到了一個歷史性的崩潰點。他們不相信經濟會好，他們不相信通膨會停，他們不相信他們的薪水跟得上物價。但台灣都不擔心嘞，台灣都不擔心嘞。這個是 OQ8901，謝謝你送了一個禮物，來。聯準會台灣都不擔心，但聯準會看到這個數字也覺得很恐怖。為什麼？因為通膨預期這個東西最危險。一旦消費者開始相信通膨會持續，他們就會要求加薪了。廠商就會預先漲價，漲價又推升通膨，形成所謂的通膨預期锚定鬆動。芝加哥聯準銀行總裁 Goolsbee 這禮拜公開警告，美伊戰爭已經轉為對美國經濟的正式的通膨衝擊了。如果油價長期維持在高檔，通膨的預期，就你的心理狀態會根深蒂固。各國央行最不願意見到這個局面，是你一旦心中覺得有這麼一件事情，你就要改變就很難了啦。那聯準會本來在2025年已經連續降息3次了，每次25個基點，市場原本預期2026年會延續降息循環，但是中東開戰之後，聯準會被迫暫停降息，聯邦基金利率目前維持在3.5%到3.75%之間。更慘的是，降息預期被大幅推遲。原本市場預估6月降息，現在高盛把這個預測改到9月，第二次降息要等到12月，終點的利率預期落在3%到3.25%之間。
各位同學，這個叫做 higher for longer， 維持高利率更久，對美國的經濟的意思就是房貸更貴，信用卡循環利息更貴，企業借錢更貴，整個經濟活動冷卻更慢。而我可不敢講股市是不是有隱藏大危機哦，但是全世界如果都動盪不安的時候，沒有道理台灣的股市就是只能爽爽賺啦。而且原來的經濟活動冷卻是強迫性的，本來經濟是可以自然降溫，結果因為通膨被中東的能源衝擊就推上去了。聯準會只好硬撐高利率，結果是什麼？企業裁員 ，AI 來了，它本來就要裁員了，消費者不敢花錢，經濟成長放緩，但通膨還是高。哎，你能想象嗎？但我朱學恆更生人出獄不到6個月，我他媽已經開始寫程式了，你知道嗎？我現在在寫什麼程式？可以自動把影片抓下來，自動語音辨識，然後把 shorts 自動上傳。開始寫程式孩子，我以前一直想要去資工系寫程式，結果科系填錯，去了電機系。經過30年之後，我他媽竟然開始在 AI 的協助之下開始寫程式，而且我還要罵我的 AI。我說我只要解決問題啊。你告訴我為什麼會發生這個字串的問題？幹什麼？不行就重寫一份嘛，不行就改掉啊！你幹嘛跟我一步一步在那浪費我時間呢？給我改規則。哎，我跟你講，我現在真心可以變成工程師了。你告訴我一個目標，我幫你拆分之後，我要寫3個段落，把東西兜起來。譬如說，來，我先跟你講，媽的，我可以講一件事情，我的概念就是啊，我要翻字幕，我要3種語言的字幕，英文、簡體跟繁體。好，那怎麼辦？我要把這個任務拆分開來。第一個，我要把下載音訊，我不可能為了要聽一個字幕，我他媽把整個影片下載下來吧。然後我要下載音訊。然後下載音訊又 MKA 是不是還是 MK4？ 然後我要用 Whisper，OpenAI 的 Whisper 去聽，聽完之後出來字幕，字幕之後呢，我要叫 Cloud 的 AI 去分辨這個字幕到底怎麼樣，對不對？然後重新切分，重新安排。那個 Mars VIP 推薦用 DeepSeek， 我跟你講，我之前用 Manus 一個月媽用掉我7000塊，但是 Manus 後來被貴單位中方的那個相關單位批准說不准賣了，所以我現在不知道它怎麼樣。而且我告訴你，好，等等，我把那個程式講完，好不好？來，所以我要把這個工作切開來。第一個，下載是一個工作，我要會寫。然後再來呢，用 Whisper 呼叫 Whisper 也是一個工作，我要會寫。然後我要搞清楚它可不可以用我的 GPU 來呼，結果可以，可是怎麼搞的？我用 Whisper 的 API 跑起來，5分鐘可以搞定的東西，我 local 端用 Whisper 不行呢？原來是我的 GPU 限制能量只到125瓦，實質上它有175瓦。那於是我要寫一個軟體去判斷它多少瓦，要強逼它開到175瓦才接 Whisper。然後呢，好了，這樣字幕辨認好了，然後我要丟給 AI 做辨識。然後現在呢，我要再寫一個程式，就是自動把剪好的 Shorts 自動上傳到 YouTube 去，我去呼叫 YouTube 的 API， 一天傳6支。你看，不要說校長兼創中，我他媽現在變程式設計師了，而且我會變動畫師哦。我剛同時間在把我用 AI 寫的小說
交給 Grok 說我要做一個這樣子2分鐘的影片，請你幫我咚咚咚咚咚做出來啊、你有沒有語音我不管，你先幫我配音樂、配畫面。啊，媽，搞死人呢！我現在電腦一開就10幾個小時，我跟瘋了一樣在那邊寫，因為寫程式其實很好玩，跟打電動破關一樣。對啦，iChug 說還好，現在哪個程序員不是掛着一堆 AI 在寫代碼做測試？所以我後來就下令啊，我說你他媽，我又不是程序員，我又不是程式設計師，你不要告訴我為什麼幹，我不需要知道，我跟你流程走啊，我知道這裡有錯，好，我就寫進規則，叫你不要再犯。為什麼是我不要再犯呢？關我屁事！媽，我他媽是你老闆呢、欸。所以現在就這樣開開心心的，每天我要限制自己不能用太多的時間寫程式或打電動，所以有時候要看文字書。文字書好不好？我知道啦，但是你想想看，如果現在連我都可以寫程式的時候，以後還需要多少程式設計師啊？連那個陳士駿，你知道 ，YouTube 創辦人都說，剛才現在 AI 寫出來的程式比他自己敲的程式碼還要乾淨多了。好，等等，但是因為 AI 是把你的工作品質提升。他沒有說你做的事情會變少，因為我還要把前端先架構好之後我就一鍵搞定了啦。我把所有的那個秀詞下來之後，我媽按一個鈕就給我自動排程、自動上傳。讚，好，等等，我們要接下來，經濟學上對目前的狀況有一個名詞啊，叫做停滯性通膨 （stagflation）。1970年代末，美國經歷過一次，當時把美國經濟拖了快10年。現在2026年，這個鬼又回來敲門了。來，最後我要講一件有趣的事情。經濟學人雜誌哦，他們自己有一套通膨預測模型，因為經濟學人搞了100多年了，所以他們的模型把 PCE 裡面價格波動最劇烈的品項，像氮、汽油這種權重壓低，把整個籃子裡面價格變動接近中位數的品項就比較平穩，權重拉高，對最近的數據加大權重，目的是要看出那個方向，未來通膨會走到哪裡。你知道經濟學人的這一個通膨預測模型3月份的指數是多少嗎？3.6%啊，比美國勞動局公布的3.5%還高0.1個百分比。意思是，連 PCE 賬面上看到的3.5%都還沒有見底，經濟見頂哦，見頂。經濟學人的模型認為通膨會繼續往上走。哎呀，你各位不需要那麼擔心什麼未來業主拿它自行產生的這個圖畫來魯小我，因為這個未來的你的這些客戶呢，要像我一樣，要面臨絕體絕命的危機的時候，才有希望跨出那一步，不然大家都很躺平啊！看我為什麼要學 AI， 為什麼要寫程式？但對我來講，我希望能夠更快速、更有效率、更簡單、更方便，提高更高的觸及率。哎，我跟你講，Mr. Arcade，我教你，他現在不考慮功法的順序，你把他的給你的順序拿過來，用 AI parse 一遍，告訴他說，我的 AI 跟你說流程應該是要這樣，不服來辯。不服來辯，你就用 AI 跟 AI 吵架，好不好？媽的，我覺得這個事情真的很有趣。來，好啦，如果我講到這裡，你還覺得說啊，幹，這干我屁事嗎？這美國的事情呢？不對，請各位記住一件事情：美國的通膨會傳染的，它的傳染是怎麼樣？第一條，強勢美元，聯準會維持高利率，美元就強，台幣就弱。台灣進口的東西，能源、農產品、原物料都用美元計價，台幣弱等於我們的進口成本會被推上去。再來，第二條叫輸入性通膨。
我們吃的麵粉、飼料、奶粉、油，幾乎全部都從美國、澳洲、加拿大進口。美國的食品通膨被推高，我们的食品成本就被推高。猜猜看，我們買的发芽馬鈴薯會不會變貴呀？會不會變貴呀？會嘛。第三條，全球的供應鏈重組的成本，來，商船要繞好望角，每周給全球供應鏈增加20億到30億美金的成本，這個成本最終全部會進到你買的東西裡面，就跟之前有智障的青鳥跑來找我吵架，說幹。媽的，天然氣船走台灣海峽跟繞太平洋往東京那邊走都一樣到得了啊，哪有差？操你媽！你走越多，你就耗越多，耗你越多船的燃料，而且耗你越多船員的錢。你說怎麼沒差？有差呀！聯準會被釘在牆上啊！台灣的央行也是，央行原本預估2026年全年油價的均價是58.3美元吶、啊。現在都漲快1倍了，現在3月還只把預估上修到85美元了。別忘，現在北海布倫特原油的現價是100美金吶、啊。我們等一下會分析一下這85美金到底意味着什麼。來，我們要進入台灣的雙軌奇觀了。這個禮拜啊，看到台灣經濟研究院4月24日發布的最新預測，因為我最近都在寫程式，沒空，幾乎你沒辦法相信你的眼睛啊！因為台經院把台灣2026年的 GDP 成長率預測從原本的4.05百分比上修到7.56百分比，一次上修了3.51個百分點。主計總處預估的數字更狠，7.71%。國內幾家智庫甚至樂觀地喊出8.6%呀！各位，7.56這個數字是什麼概念？台灣上一次年成長率破7%是什麼時候？2010年金融海嘯後復甦那一年，那是 IMF 救完世界之後反彈出來的。今年2026年，全球被中東打到雞犬不寧 ，IMF 把全球的 GDP 預測從3.3%下修到3.1%啊，悲觀情境可能跌到2.5%。但台灣成長要到7.56%，這個地球上沒有第二個經濟體會這樣，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全世界都挫賽的時候，你他媽大漲，而且你股票一直大漲，還說什麼我們現在是全球第6大股市？媽的，事出異常必有妖啊！有哪一個國家這麼畸形的運作呢？為什麼？因為 AI 啦。台經院預估2026年台灣商品出口會從原本的13.84%成長率上修到27.11%，商品進口因為要進口半導體設備跟原物料，也會增長21.22%，整體商品跟服務出口成長15.74%。這些數字背後的故事是什麼意思？全世界都要搶 AI 晶片，要搶 AI 伺服器，要搶 AI 推論加速器，要搶記憶體。台灣是這條供應鏈的絕對核心。台積電、廣達、鴻海、緯創、技嘉、華碩，他們手上的訂單滿到2027年 ，AI 這條線一個人打10個，民間投資也跟着起來，但是都是投到股市。台經院上修到4.42%，固定資本形成4.13%，民間消費上修到2.60%，每一條線都是往上爬的綠的。各位觀眾啊，我跟各位講哦，民進黨如果會宣傳的話，這是中華民國戰後從來沒有過的奇觀。我們在中東打戰，全球能源危機，美國通膨衝到3.5%，聯準會升息預期推遲的同一個時間點。台灣的 GDP 要成長7.56%，等等，你如果只是這樣講，就不好看了。來，我們講一件事情，你有沒有覺得物價變貴了？你有沒有覺得你身邊的東西，這個變得越來越不好買？
吧？有吧？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你覺得這個經濟成長你吃得到嗎？吃得到嗎？吃不到的話，那等於爽沒有爽到，但是你的物價跟着上漲嘞，你的物價跟着上漲到那個程度，幹，這是什麼狀況？這是一個完全的不對稱嘞。如果在這麼不對稱的狀況下，就是挫賽啦，好不好？來，我們剛剛講了 GDP 7.56是第一軌，第二軌是什麼？主計總處的數據，2026年4月台灣 CPI 年增率1.47%，核心通膨1.94%，完全在央行2%警戒線以下，比3月的1.89%還要低。各位，全世界都在通膨啊！美國 PCE 3.5%，日本4.2%。歐元區2.8%，韓國2.4%，只有台灣1.74%。這跟剛才講那場全球能源衝擊不是衝突的嗎？不是衝突的嗎？是衝突啊，是衝突，但這個衝突是人為壓制的。來，我們仔細跟各位講，媽的，用的是我們的納稅錢，結果你以為我們賺到啊？第一道防波題。中油吸了132億呀！中油從2月28號美伊開戰到5月3號這64天裡面，已經吸收了油價漲幅132億新台幣，未來還要不要吸？什麼叫吸？就是國際油價漲，中油不調漲零售油價，自己吃下成本。台灣消費者去 7-Eleven 隔壁的中油加油站加95千，每公升還是33.9元，跟戰前一樣。是吧？差不多，好，不管。光是這個禮拜啊，5月4號到5月10號，中油單周吸收每公升4.3元，跟柴油每公升6.1元，比上周又多了。132億是什麼概念？是台北捷運松山新店線1年的維護費，是台南市政府1年地方建設預算的1/3，中油就這樣2個月內把它全吞下去了。而且這132億不是中油自己決定的，是經濟部油價平穩措施的指令。中油作為國營事業，必須吸收至少60%的售價漲幅。來，你看，一定有人問哦，哎呀，我們的政府好棒棒，這132億是中油賺很多錢自願補貼的嗎？沒有，中油自己在2025年虧損超過800億，中油吸收的這132億是用未來的虧損抵押的。第二道防波題，央行不敢說的35美金，這個故事真正恐怖的地方在這裡。央行在去年12月做了2026年的油價預估，當時的數字是什麼？是全年布蘭特原油均價每桶58.3美元。3月份呢，美伊戰爭爆發之後，央行總裁楊金龍的最新報告把這個預估大幅上修到85美金，從58.3漲到85，差距是26.7美金。一次上修了45.6%，這個上修是要幹什麼？他要重算 CPI 的預測。央行算出來的結論是這樣：油價從58.3漲到85美金，本來會讓台灣的 CPI 多漲0.2個百分點，但是因為政府的4道防波題，來啞鈴最低價機制，中油把油價吸下來；第二個專案緩漲機制，中油再吸60%；關鍵原物料的稅負減徵延長到9月底，4月起桶裝瓦斯的貨物稅減徵50%，這4道防波題擋了0.35%的 CPI 衝擊，也就是說油價漲45.6%，但你看到的 CPI 只漲0.17個百分點，這什麼魔法？這不是魔法，這是把賬藏起來呀，以後你的子孫要還吶。你看阿卡賽說感謝中油讓小弟我一桶油
至少1800台幣，謝謝哦。他還幫你吸收很多了呢。來，但是央行最不敢講的不是85美元這個預測，是這個預測有沒有可能再被打破啦？我們來看一下高盛 Goldman Sachs， 如果荷姆兹海峽流量減半1個月，剩下11個月，每個月減10%，北海布蘭特原油會衝到110美金。JP Morgan， 如果海峽完全封鎖，布蘭特原油會破120美金，甚至可能上看150美金。然後 EIA 是美國能源資訊署，第二季布蘭特原油平均會達到115美元的峰值，很有可能會往下掉。各位，央行的85美元預測是停火維持，海峽逐漸恢復的最樂觀情境啊！全世界沒有人像你那麼樂觀的啊，連美國都不敢這麼樂觀。JP Morgan 的120美元是停火破局的悲劇情境，兩個數字中間差35美金吶，35美金乘以中油每年進口50萬到60萬桶，你算算看，那數字有多大？中央大學的吳大任教授警告，油價突破120美金，台灣通膨可能突破3%。他援引的是俄烏戰爭時候的歷史經驗。2022年油價飆到120美金，台灣通膨3.5%，央行才被迫升息。各位，央行不敢說的就是這35美金的差距，一旦講出來，就要面對一個問題：如果停火破局，誰付這35美金？答案就是你。來，故事還沒完，除了中油之外，還有台電吶。台電也快撐不住了。台電從2022年俄烏戰爭以來，一直被政府要求低於成本售電來穩定物價。截至2025年7月底，台電的累計虧損已經高達4179億新台幣。進入2026年呢，台電原本估計全年只會虧280億新台幣，原來是以為不會打仗。結果天然氣每立方公尺15.79元，原油每桶76美元。1、2月每月的戰爭還沒爆發前，實際購氣成本一度低於預期，省了150億。所以政府3月底的電價費率審議委員會全面動漲，維持平均每度到3.7823元到9月哦。來，啾啾啾說給認真程式設計師直播主，請問有可能經濟差到增添 AI 設備這些需求放緩或消失嗎？還是大公司根本不在乎這些？講到物價，昨天晚餐去全家簡單吃也快150，真的只能等乞丐時刻。好，我先講經濟差，你會不買 AI 設備嗎？我跟你講，第一個。現在所有 AI 相關公司的財報全部都往上飆升，你有看過 AMD 嗎？一天哦，盤後漲了16%嗎？一天漲16%，是近年以來最高啊！原來之前在350嘛，一漲個16就到410、420了。為什麼？因為現在之後呢，已經大模型差不多建立了，不再需要 GPU， 要用的是 CPU 了。所以 CPU 上面 AMD 佔優勢，然後還沒完，因為這個概念有點複雜，難以比喻，我們就直接講。你記不記得老共有一段時間，我們這邊很多對岸網友，你記不記得？只要核子不要褲子，就是不管大家再怎麼窮，你也要趕快把核子彈研發出來。為什麼？因為你研發出來才能跟人家平起平坐。所以現在的問題不是買不買 AI， 是有哪一家公司敢不買 AI？ 就跟你要成為世界大國，結果你沒有核子彈，媽搞屁呀！你一定要有的。所以 AI 需求絕對不會掉，至少3到5年絕對不會掉。所以沒有辦法，因為各公司都要搶，但是問題是你搶了之後你會不會用？這是另外一個問題。這是另外一個問題。好了，台灣全面凍漲。我要講一下啊，媽，我最近訂的那個進口水果，我他媽都自己吃。我看了上個月好像都是我在試吃。這個櫻桃呢，冬天要吃南半球的智利或是紐西蘭，夏天要吃美國的櫻桃。現在美國櫻桃已經上市了，便宜，量又大，趕快去買。
來，3月之後油價跟天然氣價暴漲啊，台灣要搶 LNG 現貨，他媽怎麼可能不貴呢？有沒有急件漲一半啊？你們都沒有聽過這話嗎？我以前都跟客戶講，幹要急件可以啊，急件漲1倍，急件漲1倍呀、啊！來，台灣天然氣儲備只有11天，所以我們要付出超過長約價2倍的價格，而且地法院又沒通過後續1000億撥補的預算，結果是什麼？根據經濟部電價審議會的運作邏輯啊，2026年9月將召開審議會，10月起電價勢必調漲。但是要選舉嘞，各位，11月要投票，你覺得民進黨今年美國的櫻桃好像是這個尺寸，不是那個什麼38mm 什麼東西，但相對比較甜。立法院又沒有通過後續1000億的撥補預算，所以結果是什麼？10月起電價勢必要漲。10月份的電價漲幅怎麼漲呢？預計走保底、民生底層，壓小商向高耗能開刀啊！來，第一個，700度以下的家庭每度要漲0.1元，一般4口之家月增70元。但是701度到1000度的家庭呢，每度漲0.2元，最高月增130元。1001度以上每度漲0.4元，這個是預測哦，這是預測。小商家如果在700度以下每度漲0.1，小商家要701度以上全面凍漲，這是最後一道防線啊，不然餐飲業就漲便當錢啊。但你看看便當錢漲沒？照漲。來。工業電價呢，平均只漲0.71%，因為台積電這些出口主力要受到保護啊。民生用戶平均漲幅是3.12%，對2026年全年 CPI 的推升只有0.053%，一般4口之家每個月多繳70元。各位70元聽起來不多，但問題是。電價是基本的物價，它的堆疊是一路往上升的。大盤它的公司的冷鏈，加個加個0.053，好吧，我們用這樣算。然後到了中盤再加個0.053，到了小盤再加個0.053，然後到了餐廳再加個0.053，你他媽加這麼多層，到底是要怎麼樣？沒辦法，有小戴啊，那個我們校長不會改的啦，校長就是死硬鐵頭啊。70元聽起來不多，70元背後是台電已經吞下去的4179億虧損，換算下來，台電平均每個台灣人替他扛了18000元吶、啊，結果他媽現在有錢不會花在媽改於右任的寫的字上面，開不開心？來，後面我們還會再談吶、啊。你只要記得台電虧到一個靠北，為什麼還有那麼多錢去改字、改招牌？過太爽了。各位同學啊，5月3號這一天台灣發生了一件明明就比史瓦帝尼斷交、沈伯洋的鼠類文業復興站都要重要10000倍的事情。
那一天哦，有一艘運載了60萬桶原油的油輪繞過半個地球，從沙烏地阿拉伯紅海岸的鹽布港出發，過了紅海，出曼德海峽，繞了印度洋，一路千里迢迢上了南海，走台灣海峽，抵達了桃園沙崙外海。5月5號這一天，這艘油輪開始卸油，原油送進桃園煉油廠，將煉製成汽油、柴油、航空燃油。各位，這艘船是2月28日美伊戰爭爆發以來第一艘成功從中東運抵台灣的原油船。這代表什麼意思？意思是台灣這場能源危機過去2個多月，我們是在吃庫存吶，我們的石油是在吃庫存吶。來，我給各位看一個你從來沒有看過的數字啊，你可能會覺得，你可能會覺得啊，怎麼樣呢？也不過就石油啊，也不過就石油啊，怎麼了呢？怎麼了呢？就是剉賽了啊，有什麼怎麼了呢？中油每年的原油進口有34%來自中東，這是中油董事長方正仁公開講的。34是什麼概念？台灣每3桶原油就有1桶以上來自波斯灣。從2月28日海峽被封鎖那一天起，這條供應鏈基本上斷掉了。還有一艘屬於中油的200萬桶油輪，目前還困在荷姆茲海峽裡面。200萬桶這個數字，你想想看，1桶原油是159公升，200萬桶是3億1800萬公升。如果倒進中正運動公園的標準游泳池，50公尺乘以25公尺乘以2公尺等於2500立方公尺，等於250萬公升，可以倒滿127個游泳池啊！各位，這127個游泳池等量的原油，現在還困在荷姆茲海峽某處，動彈不得。來，為什麼5月3號這艘60萬桶能夠從紅海繞過來？這背後是中油董事長方正仁4月在立法院財委會講的故事。他親自飛去沙烏地阿拉伯談判，沙烏地這個阿拉伯國家石油公司Saudi Aramco 特別給台灣排了一個額度，4艘油輪從沙烏地紅海岸的鹽布港出海，繞道而行。第一艘5月初抵達，第2艘最快5月底，慢則6月初，之後每個月1艘。各位，你聽出問題了嗎？這個排程是因為你不夠，他勉強排給你的。中油正常營運每年要進口大概50到60萬桶每天的原油，台灣總體1年大概20億桶。沙烏地給的每月1艘60萬桶，平均下來就是每天2萬桶，這個量只夠正常需求的3%，剩下的97%，除了從非中東地區、西非、北美、北非、澳洲緊急採購之外，主要靠台灣自己的戰備儲油。法定規定90天至少撐着，然後就是不斷在現貨市場高價搶購來。還有第2則好消息，台塑的軍傘呢也有200萬桶原油抵達麥寮港卸貨，這是台塑自己安排的繞道航線。你們有沒有想過，台塑跟中油這2家平時是競爭對手，現在在同步動員呢？為什麼？因為不動員不行，要死了啦，沒戲呀啦！一個從紅海沿部，一個找自己的航線，一艘60萬桶，一艘200萬桶，大家這就是戰時供應鏈的真實樣貌。然後台灣的檢調跑去查台塑，查他有沒有囤積塑膠袋，幹可以更愚蠢一點吶。來，我們把鏡頭拉到全球。JP Morgan 的經濟學家估算，因為荷姆茲海峽被封鎖，全球商船被迫繞到非洲好望角。這個繞道讓航程增加大概19天，每周替全球的供應鏈額外增加20到30億美金的燃油營運成本，運費可能增加65%啊！謝謝啤酒斗內的5個
會員，各位，這每周20到30億美金的成本，最後會去哪裡？會去到你買的所有東西的價格裡面，而且這個成本是結構性的。海員工會已經宣告，即使海峽明天重開，恢復正常也要至少6個月。所以，這個額外的20到30美金，20億到30億美金，至少要算半年。26周，26乘以20億，520億美金的成本會被攤進全球供應鏈啊！來，還沒完呢、啊，卡達的 LNG 也慘了啊！天然氣的故事更慘啊！伊朗對卡達的拉斯拉凡工業城的 LNG 設施發動了攻擊，這個設施是全球最大的 LNG 液化石油天然氣的出口樞紐之一。攻擊的後果是什麼？是卡達的 LNG 產能損失17%。修復工程預估要3到5年，各位3到5年吶、啊，這不是停戰1天就能恢復的事情，這是基礎設施被打掉了，要從零重建。而台灣是什麼處境？台灣自從3月初以來，高雄永安港的 LNG 接收站沒有再有任何一艘卡達來的 LNG 船停靠過，一艘都沒有，出不來也沒有氣。而台灣天然氣的儲備存量是多少？11天吶、啊，不是3個月，不是1個月，是11天。我們怎麼撐過去的？台灣政府跟中油被迫到亞洲現貨市場搶 LNG 啊，付出長期合約價格長約價2倍以上的天價，撐到今年7月。各位，下面這個地方才恐怖了，媽，這個股市這些人沒有人敢跟你講啊。這場戰爭對台灣最致命的隱形威脅，但是全台灣媒體沒有人敢報，一報股市就受影響了。全球大約35%的氦氣供應是波斯灣地區 LNG 液化設施的副產品。什麼意思？氦氣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氦氣是從天然氣分離出來的副產品。當卡達的 LNG 設施17%的產能停掉之後，這個副產品的氦氣供應也會跟着少。氦氣對台灣為什麼重要？因為先進半導體製成的極紫外光微影設備、冷卻系統、保護氣體，通通需要穩定且大量的高純度氦氣。如果沒有記錯，就是惰性氣體，不起反應。而且不會有太多的變動。換句話說，核子海峽被封鎖的長期影響不只是油，不只是天然氣，還會打到台積電的先進製程吶。智庫蘭德公司跟 CSIS 就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兵棋推演顯示，如果發生對台灣的海上封鎖，台灣的能源儲備將在數週內耗盡，屆時無法支撐先進晶圓廠24小時運作。這個推演現在不是推演的。這個推演正在中東上演，只是換了一個劇場。我們的 Silicon Shield 矽盾，這個被視為台灣國家安全的根本防線。它的命脈是能源，能源的命脈是航運，航運的命脈是這些亞洲船員。當這些船員開始死在波斯灣的時候，我們的矽盾螺絲也在鬆動。來，還有別的消息啦。各位同學，下面這個故事也是你媒體上很難看到的。2026年2月10號，美伊戰爭爆發前18天，台灣中油在美國德州跟全美最大的 LNG 出口商 Cheniere Energy 簽下一份合約。這合約內容是什麼？期限1025年，採購總金額150億美金，供應開始是這個月2026年6月，從2027年每年採購量120萬公噸，2月10日簽完之後，2月28日就開戰，中油就有了一條完全不靠中東的天然供應線，天然氣供應線。這是巧合嗎？哎呦！經濟部長龔明鑫怎麼講這件事情呢？他說中油有先見之明啊，讓台灣獲得很大的支持。你鬼嘞！你那時候是為了拍美國馬屁嗎？硬是買了這些天然氣，你本來根本不需要，結果沒想到嗎？美國開戰，你剛好督上，命好度丟啦，運氣好，好不好？
來，各位事務所的同學，你們覺得這句話讀起來很順，但是我們把它拆開來分解，"先見之明"这個詞的意思是有人預見了某個未來事件，提前做出準備。中油2月10號簽長約的時候，真的有預見到2月28號會打仗嗎？各位都知道啊，政府根本不知道，情報單位根本不知道。但這個就算知道，他也不會告訴中油董事長說："趕快簽美國 LNG 啊！中油2月10號簽 Cheniere， 比較像是能源多元化、分散風險兼拍美國馬屁。"這是長期策略，剛好碰到2月28號開戰。就這麼巧，但是郭明鑫的"先見之明"4個字啊，也透露出另一個訊息：這合約簽的事後看起來太對啦，對到讓部長覺得我們要好好誇獎一下呀。但實際上不是這樣子啦。我們來分析一下，你在媒體上也看不到，好不好？中油其實2018年也跟 Cheniere 簽過第一份合約，那份合約現在還在跑。每年200萬公噸液化石油天然氣，從2021年預到2045年，加上2026年2月10號簽的這份新合約120萬公噸，中油在單一公司、單一供應商上面就鎖了每年320萬公噸天然氣，而中油2026年自己預估全年天然氣進口量是2350萬公噸，換句話說，光是 Cheniere 一家就占了中油未來每年天然氣進口的13.6%，這還不是台灣對美氣的全部占比。經濟部公開規劃說，目前美氣占全台灣天然氣比重的10%，到2029年要增至25%啊！你對一個運輸距離比較遠，然後比較不穩定，然後還跟你收了很多稅、很多關稅的國家，你要重壓你的天然氣採購到25%啊！而且還沒完，如果阿拉斯加天然氣案拍板定案，2032年啊，美氣比重要爬到33%吶！各位，2032年台灣每3立方公尺的天然氣就有1立方公尺來自美國，這不是規劃，這被合約鎖定了嘞。我們表面上講先見之明，中油有遠見，能源多元化，但是各位同學，這個故事背後其實是一個更殘酷的現實，台灣根本沒有選擇。2024年，俄烏戰爭打了，俄羅斯天然氣對歐洲的供應中斷，歐洲被迫去搶卡達 LNG， 搶美國的 LNG。卡達主要的供應商呢，通過霍姆茲海峽，也就是說，只要中東任何地方出事，亞洲跟歐洲就會在 LNG 現貨市場搶貨，搶。來，2026年美伊戰爭打了，好了，這個劇本兌現啦。卡達 LNG 設施被打掉17%的產能，要修3到5年。台灣11天的庫存撐不到12天，中油被迫付2倍價格搶現貨，簽到7月。來，在這種地緣環境下，留在中東買天然氣，等於是把國家命脈交給荷姆茲海峽去買美國 LNG。至少美國 LNG 是從美國本土經過巴拿馬運河到亞洲，不經過荷姆茲海峽。地理事實就這樣，所以能源多元化聽起來像是台灣自願做的選擇，但實際上是中東地緣政治反覆爆炸之後，台灣被槍頂着腦袋做的決定啊！來，我們把這個故事拉回到台灣每個家庭的視角。150億美金換算成新台幣大概4500億，這只是25年合約的總金額，再加上2018年那份合約還沒跑完的部分，25年總金額更高。這4500億未來25年要由誰買單？台電跟你的電費買單。中油把天然氣賣給台電，台電把天然氣燒成電力，電力賣給你，中間每一個環節只要中油付的貴一點，最後都會反映在電費上。而美國 LNG 的價格雖然比卡達 LNG 在現貨危機時便宜，但是比中油過去長期跟卡達簽的長約貴了大概30%到40%啦。這就是能源多元化的真實代價。為了不被荷姆茲海峽卡住你的脖子啊，我們要簽更貴的長約，要把這個成本未來25年慢慢吞進電費裡面。
那怎麼辦呢？我不知道怎麼辦呢。來，我們前面講了那麼多，把所有的數字落到一個你今天可以驗證的事情上面，便當跟夜市小吃。來，聯合國農糧組織首席經濟學家說，荷魯茲海峽承載了全球20%的天然氣與20%到30%的化肥出口。化肥短缺对全球農作物的影響有滯後性，因為會比較短，沒有肥料了，長不好，那會隔幾個月。但預估在數月之後，會全球食品的通膨率會推高4%到5%。行政院長、副院長鄭麗君本來要來選台北市長的，結果他3月4號呢，召開物價穩定小組會議，拍板把大宗農產品的進口關稅跟營業稅減免措施延長至2026年9月30日。這是台灣自2021年12月以來連續第17波減稅。這17波減稅護航的具體項目是什麼？小麥、玉米、黃豆營業稅全免，從5%降到0%，小麥進口關稅全免，6.5%降到0%，牛肉關稅減半，每公斤10元降到5元，奶油、無水奶油、烘焙用奶粉關稅減半。這些減稅是直接把便當店、麵包店、餐飲業擋下大宗物資的飆漲。但是大型連鎖品牌呢，已經在動了。八方雲集集團呢，旗下擁有八方雲集鍋貼跟梁社漢排骨便當，4月中旬公開宣示，今年凍漲，不止凍漲，他們還推出反向動作。梁社漢排骨推出什麼99元銅板新品啊，然後什麼排骨麵啊，第一個，他說凍漲，你就相信他全年凍漲嗎？你要不要算一下，如果油價繼續漲，它撐不撐得住？但是不管，這也有它背後的戰術啊。這些大企業用規模經濟撐過去，獨立小吃店就會倒，倒了之後市占都歸他。那政府怎麼預估呢？政府的預估是這樣的 ：ART 減稅9月30號到期，全球肥料危機反噬，本地豬肉、雞肉、飼料價格被推高，塑料袋、紙袋耗材成本飆升，最低工資調漲，獨立小吃店的便當預估2026年第4季到2027年第1季會漲5到15元，也就是5%到12%的漲幅。來，這是政府精算出去的，準不準不知道，但是很有可能更多。我自己上禮拜我不是講了，我從小吃到大，士林夜市有一家大上海生煎包，一顆生煎包我小時候吃10塊，那個時候我可以買2顆當點心，3顆4顆我也可以。但幾年前它從10塊漲到12塊，然後漲到15塊。但是上禮拜我去買的時候，我上禮拜在講美伊戰爭的時候呢，我去買正式漲到了1顆20元啊！我太久沒去了，結果漲到20元了，從漲到20元，這漲100%，翻1倍。出口物說，插個題外話，你會有藍莓帶貨嗎？順帶一提，櫻桃真的很好吃。有，我藍莓年初已經帶過啦，你年初怎麼沒買？現在就不知道北美會不會有藍莓來哦。去年我們帶的，年初帶的是南美的藍莓。所以看起來南美是夏天，那可能就要看看這個美國有沒有藍莓。但你現在上那個地方去看一看，也許有一些你會喜歡的東西。講這個故事不是要抱怨啊，我還是覺得大上海生煎包很好吃啦。你今天所有聽到的宏觀數字啊，美國什麼 PCE 3.5%，布蘭特原油100美元，中油吸收132億，央行預測85美元，它最後就是壓迫那一顆生煎包從10塊錢漲到20塊啦，而且還不是頂啊。雞排從一片40元漲到現在65元打底，我已經很久沒吃到台北市65元的雞排了。前一陣子我去吃一家鹹酥雞店在內湖，我跟他買了，老闆我要大包的那個深海魷魚，我要大包的鹹酥雞，然後加起來155塊，然後等到我拿到的時候，我說他就這麼一小包，大包，他把2個東西裝一起，就這麼一小包，
我現場扛不住，我說老闆，你們是把兩個東西加一起嗎？他說對。我想說你媽的，媽155塊吃一頓連宵夜都不會飽的東西，這是不是太誇張了啦？雞排我真的在台北沒有看到65元的啦，可能到中南部吧。市場常態是80元，觀光夜市破百，蚵仔煎從50元漲到80元。寧夏夜市還要更貴，士林觀光夜市看過100元，但是現在也沒有人去士林觀光夜市啊。滷肉飯、珍奶、便當、麵線通通在漲，而且 ART 條款就是台美互惠貿易協定9月30號就到期，而且最近好像全球一律課10%關稅的美國貿易法院又判川普違法。來17波減稅之後，不知道會不會有第18波，但是國際肥料危機反噬還沒出現呢，真正的物價衝擊要到第4季才來。對 ，Man U 有問說中南部的雞排多少錢？大家回應一下來。但真正要老命的是啊，我們前面講的花了大概1個半小時啊，把美伊戰爭、荷魯茲海峽、海雲人權、美國通膨、台灣中油墊了132億，台電虧了4179億，央行預估油價只有85美元，犬尼爾150億美元長約，士林大上海生煎包從10塊漲到20塊，通通都講過一輪了。我們現在請各位做一件事情了。打開雅虎新聞首頁，打開 UDN 即時，打開 ETtoday 政治版，打開三立新聞網，打開民視新聞網，打開 Threads， 打開 PTT 八卦版。這個禮拜的台灣媒體頭條到底在追什麼？我幫你練一下啦。第一個，史瓦蒂尼呀，所有的媒體都在討論史瓦蒂尼有多棒，史瓦蒂尼有多好，史瓦蒂尼到底有沒有跟台灣再進一步合作？中國是不是滲透到非洲了？這一點都不重要，他媽的是一個超級小國，好不好 ？ZYX 說彰化雞排都90了，中南部65塊，他媽蠻少，至少都80到90的。來，你知道這件事情才荒謬，是我他媽在關切的是一個黑人小國家，一個媽皇權不民主國家，一個還選妃要赤裸上身露胸部的一個國家，到底有沒有跟我們繼續下去？不重要吧，各位，不重要吧？那好，沒關係，來，然後第2名是什麼呢？沈伯洋、蔣萬安，然後到處打來打去啊，鼠類，什麼鼠類觀察師，然後全台灣，特別是台北，不知道怎麼搞的，媽，所有老鼠都移民到台北來，搞得好像台北是迪士尼樂園，是不是？來也沒關係，到處都拍到，好恐怖，就看有沒有鼠疫啊，中世紀有黑死病，現在有沒有嘛？第3名呢是 Threads 上面呢都是文藝復興站。哎，一堆新的政治派系、新的網紅、新的口水戰吶，全部這個社群平台繁體中文使用者很多啊，幾乎全部都在吵架，而且大多數議題追什麼網紅出軌、大溪地法院內鬥、陳水扁到底有沒有投共之類的。第4名是鄭麗文黨內鬥爭口水，國民黨內部又一輪互打。第5名呢是什麼？韓國電子入境卡台灣寫成 China Taiwan， 後來是不是改回來？都搞不清楚了。那第6名，網紅愛情八卦，每個都有，不是這個愛那個，就是這個跟這個離婚，然後就這個人私底下透露什麼東西。來，這些東西你全部讀完了，沒有任何一條跟你下個月的便當錢有關，沒有任何一條跟你10月份電費要漲多少有關，沒有任何一條跟你今天加的油為什麼是中油稀130億換來的有關。那我們講媒體版面這個禮拜沒在追的真正大事，第一個。5月7號，昨天荷魯茲海峽美伊再度交火，美軍中央司令部發布自衛打擊聲明。第二，美國3月份的 PCE 通膨從2.8%衝到3.5%，CPI 衝到3.3%，密西根消費者信心指數47.6創歷史新低。第三，中油從2月28號到5月3號吸收了132億的漲幅，這個禮拜又再吸了4.3元的汽油價，跟每公升6.1元的柴油價。
第四，台電累計虧損4179億呀。說到這個炸雞腿便當，我要推薦大直的永安飯包。永安飯包目前為止炸雞腿一個大的雞腿，然後3樣菜一堆白飯，還只賣新台幣115元，120元有找，好不好？120元有找啊！來。第5個，央行3月把全年油價預估從58.3美元上修到85美元，一次上修45.6%。第6個，2萬名亞洲的海員受困波斯灣，至少有10名印太飛海員死亡，15名飛機海員4月28日被扣押。第7，卡達 LNG 產能損失17%，修復需3到5年。台灣天然氣儲備只有11天。第8，中油還有一艘200萬噸的油輪困在荷姆茲海峽。來，我們看一下。這個第1章跟第2章的清單差別在哪裡？第1章清單全部都是垃圾新聞、政治口水戰，沒有一條會影響到你生活。你講到處都是老鼠，操媽！我從小活到大，什麼時候台北變成到處都是老鼠？台南沒老鼠嗎？高雄沒老鼠嗎？就是因為要選舉了，就有老鼠。你看看明年12月，不對，更正，今年12月1號還會不會有老鼠？沒有了嘛，選完就沒有了。而且我們講的第2章清單，全部都會在未來6月之內進到你的便當錢、你的電費錢、你的油錢吶。來，那個 HiU SP 說，台灣成烏軍無人機秘密門戶，外商重金挖角烏國工程師，打造護台神兵利器。看你把烏克蘭的工程師挖走了，他們是不是要被俄羅斯宰割了？這個新聞現在好意思寫哦。來，但是台灣媒體都在追第1章垃圾新聞清單，而且還沒完哦。來，我們要講過之前講食安的時候講過東西，再來說一次。根據台美對等貿易協定，美國的發芽馬鈴薯在2026年7月會正式抵達台灣。我們做了完整的一章去拆 ART 條款，8天政府自打臉，7成洗地生產線。那一集直播之後，台灣媒體有沒有去追？沒有啦。現在距離7月只剩53天了，發芽馬鈴薯的抵台倒數計時還在跑啊。然後我們的校長還說要竹科檢驗，幹竹科工程師哦，誰他媽竹科檢驗啊？你的那個馬鈴薯片、洋芋片要漲到2倍，是不是？媽一顆一顆檢驗呢？那開玩笑。沒有。媒體版面都是史瓦帝尼，跟到處都是老鼠。可是花生已經先到啦，各位 ART 條款，美國花生以零關稅加上豁免特別防禦措施的條件進入台灣。來，美國去殼花生到岸價不算航運保險，每台斤的生產成本是30元。台灣本土花生，農民要保住基本利潤，每台斤至少81到85元。美國花生只有台灣花生的40%的價格。過去台灣怎麼保護花生農？我們是關稅配額制度，每年配額5235公噸，配額內25%稅率，超過配額另加每公斤64元的關稅，加21.33元每公斤的特別防衛措施，換算下來，進口花生到岸價會被推到每公升100元甚至135元，剛好接近本土花生成本。但 ART 呢，台美對等貿易協定給美國花生開了一條零關稅綠色通道，進口商繞過 TRQ 制度直接進來，結果根據財政部關務署2026年4月14日公告，今年累積進口量已經達到特別防衛措施基準12290公噸的9寸，也就是11061公噸，距離全年配額被吃完沒幾個月，我們現在還沒過一半呢。中華民國落花生產業協會的代表丁明貴公開說，至少我預估今年的產地收購價會跌1-2成。彰化、雲林、嘉義沿海地區的53000戶花生農今年悶着頭種，等到端午節前採收的時候，發現市場已經被美國花生佔據，恐怕已經來不及了。各位，這就是 ART 條款的2顆地雷。馬鈴薯7月引爆，花生現在已經在引爆。台灣媒體呢，不關切就是不關切呀。來，我們做過阿扁的文藝復興戰吶，我們沒想到阿扁剛紅起來，
這個 L 小戴說 ，Your government really hates my Taiwanese friends, so sad。來，文藝復興站搞個梗笑笑也就算了，但沒想到阿扁一因為這個梗翻紅之後，馬上就有民進黨以前的側翼直接打說：各位，你看扁家通共啦，扁家通共啦。那怎麼了呢？怎麼了呢？不知道。結果當年用文化排除其他人，20年後用網絡咪咪排咪咪。meme 好吧，念 meme， 排除其他人，外觀變了，邏輯沒變。而且昨天荷姆茲海峽又開火了，台電4179億的虧損，沒有人在算，台電自己還優先改，陳水扁通共啦，你看秒了吧？台灣現在是不是瘋了？全世界最不可能通共，我跟你講，連辜寬敏大家都要跟他講說，可能跟中國達成什麼協議，但阿扁就是不行嘛。你看我們現在的狀況，通共已經變成連陳水扁都通共了。你的便當錢有人在管嗎？來，這一集我們最後要批評了，這是集體回避。我不認為台灣人是笨的，我不認為台灣的記者是不懂國際局勢的，我不認為台灣的政論節目主持人是沒讀過經濟學人的。問題不在能力，問題在選擇。媒體會選擇史瓦帝尼的故事，因為有戲劇性；媒體會選擇追沈伯洋的故事，因為有衝突要選舉了；媒體會追文藝復興站，因為有 KPI 嘛，讚數、留言數、分享數，一毛就跳。媒體不會選擇追荷姆茲海峽，地理上太遠，敘事上太冷，感情上太抽象。媒體不會選擇追中油132億的油價漲幅被吸收，因為這是國營事業的賬本，政府不愛談 KPI 拉不起來，而且你如果談下去，你搞不好今年的標案拿不到啦。媒體不會選擇追菲律賓海員、亞洲海員的事情，因為那是外國人的事情，即使這些外國人的命跟你下個月便當錢直接相關，這不是知識落差，這是價值排序錯誤。我們這個社會已經把真正重要的事情拼到第2位、第3位，甚至第20位。你每次問這些媒體記者，他說幹收視率不好又怎麼樣？但你的收視率數據根本不科學，你拿出來都是不知道哪裡來的阿薩布魯的數據，然後你一輩子照着這個數據在做，哪一個主播紅，哪一個媒體紅，哪一個人在看？你有聽過一句話嗎？身為一個現在在寫程式的男人，我可以告訴你 ，garbage in, garbage out。你拿進來的收視率數字是垃圾，你做出來的數据就是垃圾，你做出來的電視節目就是垃圾，而你還在這樣做。如果我下命令給我的這個寫code的這個 AI， 我下錯命令，它寫出來就是垃圾，就這樣。我每天花8小時上班，4小時滑手機，2小時看政論，滑出來的全部都是排序錯誤的東西呀！你下個月去加油，發現中油凍漲公告又延1周，油價還是跟戰前一樣的時候，你不會記得這132億的新台幣是誰出的。你10月份電費單拿到，發現多了70元之後，你不會記得這70元背後是台電的4179億的累計虧損。下一次你去買便當，你去買生煎包，你去買臭豆腐，你不會記得這個價錢裡面有一份是布蘭特原油從58.3美元被推到85美元，現在是100美金了。然後有一份是算在2萬名菲律賓海員的淡水從2美元漲到50美元，有一份是中油從紅海鹽布港繞道送來的60萬噸的石油的賬價。各位，這就是集體回避的代價。我們選擇不看這些東西，就會繼續發生吶。來，我們今天到最後了，要跟大家做一個收尾。5月5號，川普在 ABC News 受訪的時候說：“停火還在啊 ，It's just a love tap。”你知道 love tap 的輕描淡寫是什麼？是艦長跟他的船員在波斯灣等死，是海員用水桶
舀海水去撲滅一個比船還大的火球，是至少10名印太妃海員的家人沒等到爸爸回家，是15名菲律賓海員被伊朗扣押的時候，馬尼拉郊區一個小孩子在問爸爸什麼時候回來，是中油吸收的132億，是台電累計的4179億，是央行預測的失準差了26.7美金，是 JP Morgan 預測120美金到150美金的那個央行不敢說的差距，是你買的生煎包、你的便當、你的炸雞從40元變80元变90元的那個錢，蚵仔煎從50元變成100元，那50元，川普輕拍了一下，台灣人付出的遠遠超過132億新台幣的錢。台灣媒體在幹嘛？他在追史瓦蒂尼啊，追老鼠啊，追這個人的網紅，那個人的網紅，這個什麼雞巴毛，還有什麼鼠類動物溝通師說鼠類有64名準備要離開，幹！我看網友也瘋了，網友說幹64名啊，剩下的老鼠幹嘛？要留在台北考研究所，是不是？哎，來，我們今天講的是我們什麼時候才會學會看真正重要的事情。我是朱學恆。下次見。來，我們先講一下，我們置頂的有充電寶就是行動電源這件事情，我要再講哦。行動電源基本上今年全部都要漲價，因為鋰電池是一個剛性需求，不管是 AI， 不管是這個新電源車，不管是你隨身的行動電源，通通都要漲，因為鋰已經變成戰略這個資源，而且整個世界對這些東西需求都很高。我跟你講，現在連 AI 中心都要買電池的，它要用大的鋰電池構成的陣列去支援它的備源電源系統，不會宕機。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我建議你，它今年可能還會漲，但是它下周就要漲。我把價格 hold 住 ，hold 到下禮拜13號、14號那一天一定要漲了。所以各位，如果你現在缺，或者你覺得你將來會缺行動電源，請你今天、明天你趕快下單。你下單，我們現在還在舊價格。你如果不下單了呢，那就沒有舊價格可以談。你下個禮拜就漲15%，不要抱怨。那沒有辦法，因為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要說15%了，而且它還會繼續漲，15%只是一開始而已。所以請各位好好的記住啊，來，這個網友說阿奇是真吃馬鈴薯還是假吃啊？我快笑死！我坦白跟你講，我他媽也覺得很誇張。但是他就吃了，你要怎麼辦呢？民進黨支持者現在真的很可憐吶，媽什麼東西都得吃你叫他怎麼辦呢？我也不知道啊。來看這個媽字體怎麼搞到我看不見？來，謝謝風心吶，這個我們特別做一集講阿奇博士到底怎麼樣。來 ，RW 力說目標+1，然後叮叮叮說很窮，只能抖降。幹，你信用卡抖10塊哦，那你不如不要抖啊，因為你收的手續費搞得比這個高好啦，但是還是都謝謝你們的抖內，好不好？然後我建議，我目前價格都還沒有調哦。那如果你要買，趕快這些帶貨的商品，你都趕快買，才有辦法撐下來，不然我不知道你要怎麼辦呢？來，這個換藥龍九說，請支持音量加建，擔任阿爾包老豬兵，按讚分享加群熱推購買商品，也請為老豬祝福打氣，謝謝。也請老豬記得開聲音。我跟你講，不是我早上重裝所有的 driver， 結果媽各種各樣。退取抖音、TikTok、FBIG 這個沒辦法開了，明天再說。Natasha 說抖一個讀唇語的時間。Sylvia 嗆說支持豬大開聲音，然後炫說沈小哥支持豬大。Mr. 阿卡塞斯說感謝豬大解惑，小抖一點目標，小弟先掛聽來修改方才電話的交辦事項，晚點還要渲染3D，支持九哥使用阿薩布魯道具擔任阿魯巴豬大活動，請各位網友別吝嗇按讚，手機熱推有餘力者煩請移駕至阿宅福利社選購精選商品，謝謝。這個出口物好啦，
這個壞掉龍九說中油之於台塑就屬於藍與綠台面競爭，私下合作，最好例子就是中油與台塑聯手打死三龍系統，因為三龍系統的全自動加油站讓利太有競爭力，所以兩強聯手弄死小的，所以就這樣子啊。那今天目標沒到呢，那我們就繼續撐着，好不好？啊，對对对，網友又提醒我，最後要貼收紅錢的圖，幹，我真是视錢財有一浮雲吶。好啦，如果對岸的網友覺得今天的內容覺得不錯的話，可以抖一點，支付寶或微信都有。那1元不嫌少，100元不嫌多。所以最後呢，我們等一下還要去修剪我前面沒有聲音的圖嘞，真是的。劉冠超說：“放心，下半年漲25%是便宜的，搞不好你加20%還調不到貨。鋰電池跟電池芯變成絕對稀缺商品啊，好不好？絕對稀缺商品，所以請各位要買，真的要買，不要客氣，趕快買。”還有網友說多收點進去賠馬德，馬德還沒出來哦，我已經進去過嘍。好了。今天的內容，如果各位覺得不錯的話，內容不錯，講的也不錯，請按1；如果各位覺得內容不錯但講的不好，請按2；如果各位覺得內容不好，講的也不好的話，請按3。那請各位多多消費我們的產品，那特別是行動電源的部分，因為馬上就要漲了。那這個是我們最近帶貨的美國櫻桃，你看這個顏色多麼漂亮。好啦，那就跟大家說拜拜嘍。